全世界股票下跌呢，才刚开始啊，尤其是这个美股，如果人工智能不可以在短时间内大面积的去落地，那么这一年涨得有多爽，就会跌得有多惨。因为大量的资金呢，已经真实的从美国抽走，回流到日本了，其他的股市呢，也只能跟着暴跌。如果你现在不懂得保命，那么不管你有没有买股票、卖股票，你的财富都有可能在几个月之后呢，被洗劫一空了。为什么呢？大家好，我是邵医生。最近大家都把股市下跌呢怪在美联储可能快要降息这件事上，但真正让我恐惧的是日本又有可能升息了。因为我也说过，每一次呢，只要这日本进入到升息的周期呢，就会引发金融危机。一次呢是00年，一次呢是08年，而这一次却跟00年的互联网泡沫被刺破非常的吻合。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人类这20年是不是被一样东西叫做互联网改变了？00年时候的美国呢，他们要急着去做一场互联网的工业革命，因为这样呢才能掐着全世界的脖子。你看，现在互联网垄断的巨头呢，也都是在美国啊，所以全世界国家是不是都要去付钱，然后才能去这美国学习这个互联网的技术？我们是不是都在用美国的 Google、Facebook 之类的？也就是说，美元之所以可以霸权，就是因为大家想要去使用还有学习美国科技的时候呢，都必须要去用到这个美元。这样全世界呢才会对美元有巨大的需求。但问题来了，00年的时候呢，互联网这个技术还不太行啊，也就只是一个概念，就好像以前每个人买衣服都是在这个商场里面的，然后呢有一个叫做马云的人出来告诉你，未来20年呢，大家都会在电脑里面去买东西，然后你直接就让他滚了，摆明是个骗子，对吧？你不会信的。但是在美国却不一样啊。当时无数的科技公司呢就走了出来，告诉你互联网呢会改变世界了，我们以后所有的人都会生活在互联网上面，生存呢在互联网下面。你可能还在半信半疑的，但是当无数的资金都涌进了这些做互联网的公司，甚至毫不夸张的说，只要你做一个 PPT 画个饼，说一下你对互联网的幻想，就算你什么产品和服务都没有，你都能够捞到投资上市。然后无数的资金呢又砸进来给你，就好像只要你跟着一起去吹捧这个互联网，我们呢就会砸钱进来鼓励你，吹得越好呢，我就会砸得越多的钱。然后全世界无数的人就真的信了，也跟着去砸钱去买美股，买互联网股，这泡沫呢就越吹越大，结果00年的时候呢就爆了。所以问题来了，钱被谁赚走呢？不是那些写 PPT 的互联网公司，而是那些从日本借钱的人。你会发现，自从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呢，日本都是零利息的，也就是相当于你过去借钱不需要还利息。所以呢，砸进去美国互联网公司的钱是怎么来的？很大一部分都是在日本借的。结果呢，这美国升息，日本呢也升息了，也就是你在什么地方借的钱呢，你都需要还更高的利息的时候，那么之前砸进去互联网公司的钱都会在股市里面被获利抽走了，然后呢就拿过来还利息。结果就是美股崩盘了，引发了全世界的股市呢也跟着崩盘。也就是说，先拿一个未来可能会实现但现在还不能实现的科技，吸引到全世界的钱投进去美国的股市，然后低成本的借钱推高这个股价，最后在日本升息的时候抽走资金获利离场。而这一个剧本呢，现在看来有没有似曾相识了？这2年多了，美联储先升息了，直接拉开了美国跟日本利率的差距。比如说，就算我们普通人啊，我们在日本借钱也只需要付2%左右的利息，但是我们把钱放到美国的银行，却可以收5%的利息，是不是可以没有风险赚走这3%的利润呢？而这个只是利息赚的钱，当大家都借了日元，然后兑换成美元的时候，就等同于卖日元买美元。所以日元对美元就直接贬值了50%，也就是说，只要几年之后，我们把美元换回来日元，我们还可以额外的赚50%的汇率差的钱。而对于金融巨鳄来说呢，他们在日本借钱，利息呢是可以等于0的，所以他们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在日本借钱，然后砸进去这个股市里面，先拉高这个美股的股价，然后你就会发现 AI 这个概念明明一直都有啊，但却在这几年突然间就火了，然后俄乌战争就出现了，直接中断了欧洲的天然气，欧洲呢就没有好的投资了，中国的房地产呢也爆了，也找不到好的投资了，全世界无数的钱呢
一夜之间就都涌进到这美股里面，尤其是 AI 股啊，所以美股就涨到了现在。直到最近呢，日本一直都在发放他们要升息的这个信号。之前日本3月的时候升了一次息，美股3月的时候呢就暴跌了一次，而这一次呢又说准备要升息了，所以日元呢就已经反弹了，升值了不少。而且美联储降息的预期呢也拉满了，大家都觉得啊，这美元就会开始贬值了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无数的投资人之前在这日本里面借钱，然后兑换成美元，现在呢这美元贬值了，日元呢升值了，你要还给日本银行的钱呢就会变多了。所以很多人在这段时间呢就获利卖股票离场了，包括我自己，这呢是有影片为证的，不能造假的。然后美股最近呢就真的直接跳空暴跌了，就是大家不问价格，一开盘呢就卖股票。而现在日本更是直接超预期的升息了，从 0.1% 直接升到 0.25%。市场上面有70%的专家呢本来都是觉得啊这日本是不可能升息的，结果呢还真的是升了。那又会有什么后果呢？如果你今年错过了上车的机会，或者错过了逃生的机会，今天这部影片你一定要看到最后，因为我将会告诉你我们投资人在等什么，以及如何最理性的去布局。可能呢又会有一些人不认同我，或者是同行去模仿我，那无所谓的，只要有1-2句话是对我的订阅者有用的，能够帮助你们过得好一些呢，那我就心满意足了。而如果你怕自己听完以后没有执行力，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，这样影片就会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，让你随时可以跟着来做。首先，为什么最近全世界涨得好好的股市都在集体下跌呢？因为你会发现，过去这2个礼拜里面，有 20% 做空日元的仓位都在集体拆仓了，也就是做空日元的人都在大幅度的撤退了。什么意思呢？简单来说，就是我一开始讲的，比如说我一开始在日本借了10亿的日元，然后我不需要付任何利息嘛，这10亿日元呢就是随我用的，对吧？所以我就把这10亿换成了700万的美元，然后拿这700万美元呢去投资美国的 AI 股，结果这700万变成了800万，我在美股里面赚了100万美元，也就是赚了 14% 左右。但问题来了，现在日本可能说要升息了，利息呢提升了，这样就会吸引到更多人把钱存回去日本，然后一些在日本借了钱的人呢要还的利息就会增加，所以就会引发大量的人去卖美元，然后换回这日元，最后呢日元就会升值。那么如果日元升值的话，比如说日元升值个 5%， 那么虽然说我在美股里面赚了 14% 的利润，但是当我卖美股的时候，把美元换回日元的时候呢，我汇率上就要亏日元升值了 5%， 甚至如果说日元升值了 20%，我这美股 14% 的利润不但会化为乌有啊，我还要倒亏 6% 呢，能听懂吗？而且现在我还要付更高的利息给日本的银行，所以无数在日本借了钱，然后把钱砸进去美股的投资人呢，现在都怕了，要赶快的卖掉美股，然后把美元换回日元，在日本升息之前呢，把钱还给日本，因为能守住一点利润呢，就守住一点嘛。这就是最近导致了美股大盘暴跌了 9.5% 的原因。个别的股票呢，我们连头买，涨得最厉害的，在3个月前的影片警告过大家要获利离场的 Nvidia 呢，现在就暴跌了 26% 了，就是你100万进去，74万出来啊。那么当时笑过我说我跑得太快的酸民呢，我现在也不是说要笑你，这对我来说呢是没意义的。我只是希望这些人呢可以空杯心态的把影片看完，因为你可以想到的是，现在日本呢真的确认了升息了。那么砸盘和卖股票的人呢，就可能会越来越多而已。很简单，当日本升值了，那些借日本钱买美股的人的利润就会减少了。所以后面当越来越多人卖美股，你还不卖，那你的利润呢就会更少，甚至亏钱。而且我们要学会反过来思考一下，什么意思呢？老大要跟上了。我问你，美联储是不是一定会降息？它有没有可能永远的维持这个高利率？不可能，对吧？如果它一直维持这个高利率，那全世界就会把钱存进去你这美国，躺着去收利息啊！我们还这么辛苦的投什么资呢？我们就直接无脑的存进去美国的银行，每年 5% 的利息，每年福利的去滚雪球，多好啊，对吧？然后你可以看得到，17年的时候呢，美国才欠了全世界20万亿，但是现在呢，已经欠了35万亿了，这代表了什么？这相当于美国老百姓交了税，有接近 80% 的钱都是拿去给美国政府还债的，而且还的还只是利息而已。
就是说今天我欠了你100万，每个月呢我的收入有10万，但是这10万里面有8万我都是要拿出来给你还利息的，剩下2万呢我才可以留给自己过生活。而结果就是我做了这么多，我还是欠你100万，我一直拿收入的80%来还你钱，但是我欠你的钱呢却原封不动，并没有任何的减少。那么你去思考一下，美国民主的一个国家，我给你交税，你不用来给我搞个教育，搞个医疗，不帮助我提升收入，反而是拿去还债，而且还只是还利息，那会怎么样？民不聊生啊。然后呢，不支持你这个政府啊，你还要不要去选举，对吧？那么这只是其中一个问题，其他的呢你就看之前的影片吧。所以当美国是一定会降息的时候，我们就去想降息了会怎么样？为什么美联储一直不降息？美联储说的最多的就是怕通胀会爆发嘛，就是说市场上的钱变多了，但是卖的东西呢却没有变多，那东西呢就会变贵，钱呢就会不值钱，也就是美元会贬值嘛。那么如果说他们不想大规模的通胀和美元贬值的发生，要怎么做？经济呢就要差，美股呢就要跌，然后才能够顺理成章的为了救活整个市场，所以我才要去降息啊。也就是说降息之前呢，美股大概率就要先下跌，甚至是暴跌，更或者是崩盘。这个呢就是从逻辑反推的。所以你会发现市场预期美联储99%的概率在9月份降息，而现在市场的跳空下跌呢，就说明一些大户已经不问价格的获利卖股票了。因为更重要的是，全美国40%的公司很快就要公布季报了，也就是不得不向世界公布真相的时候，到时候大家就会发现，原来这几年一直吹捧的人工智能公司呢，现在都是亏钱的。比如说这个 ChatGPT 很牛，要取代人类，对吧？每年赚多少钱呢？很厉害，50亿美金啊！但不是赚50亿美金，而是亏50亿美金。而且在未来1年里面，如果还没有金主给他砸钱的话，他甚至会倒闭。然后去年这个高盛说这 AI 有多么的牛，让我们工作自动化，让经济增加产出。结果呢，今年却说这 AI 投入的太高了，但回报呢却太少了，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生意。还有当初我们就会觉得 AI 很快就能落地，因为全球最顶尖的公司都在研发结果扎克伯格Google 的 CEO 都说了，我们做 AI 呢，是因为如果不做，我们就会被取代。但是这里面成本是很大的，简单来说就是你去做，成本一定是很大的，而不一定是能赚钱的。但是你也一定要去做，不然呢就会被取代了。所以很多 AI 公司呢，不是说他们没有实力，只是说他们目前生存呢都是有困难的。投资人呢不会源源不绝的去投资亏钱的项目，换作是你就算你是很支持 AI 的，但是你看到它一直亏钱，你也想要去减少预算所以不是说我这个人不看好 AI， 只是说我会更多的觉得跟互联网一样，在需要一点时间才能落地。而这个过程呢，当大家都发现现实是低于预期的时候，泡沫就有可能被刺破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一个大的背景、大局观，就是从推理去理解美国真正降息的时候呢，美股反而会下跌的逻辑。因为现在是有泡沫的，但是我从来呢不是靠这种推理去做交易的，推理呢最多就只是用来辅助去解释一些行为，这是一个大局观，只是说用来提醒自己。而我真正投钱进去的时候呢，不是会靠这些基本面、财报、新闻的因素去交易，因为呢都是非常主观的。比如说市场预期会降息，那美股同时呢都会出现上涨和下跌的情况，这就要看大户要怎么去解读这件事。他想要去推高股价呢，然后在高位出货，那么预期降息呢，可能就是件利好的事情。而那些当初不投资的人就会发现股票涨得太厉害了，身边的人都赚钱了，就你一个人是赚不到这个钱的时候呢，所以你就会进场去买入了。结果你买了之后，大户就要推倒股价，获利离场，把预期降息呢变成是利空的消息，然后呢你就被套牢了，你就上瘾了，走不出来了，长期一直沉迷于买卖股票，然后一直输钱。但是这是股票本身有问题吗？不这只是因为你买卖的时机不对，以及完全对风险管理一无所知。你没有任何进场和离场的机制，允许自己亏损超过5%以上。最重要的是，你在玩一个赢就赢1块，输就输100块的游戏，
那么你长期这样玩下去，你投资什么呢？都只能输到只剩下内裤。所以，如果你手上有1-2万美元以上的闲钱，但是这是你辛苦存回来的，你更不应该把它暴露在风险里面，而是要去学会步步为营，只在最简单的牛市暴涨的趋势里面去投资，然后在你看错方向的趋势的时候，做出最低风险的止损。而只有图表呢是最客观的，是不能造假的，因为这里面蕴含的都是大户买货和出货的蛛丝马迹，还有最实时的变化，这样我们才可以去做反应和布局。所以我们不但要玩大概率会上涨的游戏，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玩高赔率的游戏。简单来说，今天抛硬币，我不但会知道有60-70%的概率会抛出正面，而且如果我猜对是正面的话，我赚就赚100块。但如果那30-40%的概率让我猜错的话，我亏呢就只是亏1块。如果你希望学习这套规则的方法，接下来我送你一份福利，只要你是我的粉丝，为这部影片点赞，你就可以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免费报名我快要下架的2024年最新的股票投资班吧。所以重点来了，根据我们交易的理据，就是图表嘛，我们是不是现在就已经完全不看好美股呢？还没有到这个时候。虽然说我们逃离了这次高位的暴跌，目前呢也没有布局美股，但是我们也不可能轻易的去做空美股，因为我们在等一个时机，时机一到呢，我们就会有2大策略。我们看啊，今天呢是我制作影片的第一天，这是美股的纳斯达克指数，也就是科技股的大盘。先看紫色这2条线，它们呢就形成了一个上升的通道。你看，只要美股涨到通道上面呢，就好像有一股压力让它掉头下跌；而只要美股每一次跌到通道下面呢，那么就会掉头反弹涨回去。也就是说，这2条紫色线形成的上升通道呢，就代表的是美股上升的趋势。只要美股不跌破这条通道的底部，那我们就可以说美股依然是处于上升的阶段了。那么我们就不会轻易的去做空，因为人家的趋势就是上升嘛，然后你去看空，你会认为它会下跌，这能赚到钱的概率呢，就会比你看它涨的概率低嘛。所以呢，我们暂时也不会很悲观到要去做空这个美股，因为每一次只要跌到这个紫色通道的时候呢，又会有一些利好的消息出现，重新的推高美股的价格。但是我们手上已经清空了大部分的美股，尤其是科技股，为什么呢？第一，因为跳空的情况确实出现了。你可以看到之前就算美股下跌呢，也只是说跌的多一点，但是没有太多这种跳空的情况。跳空代表什么呢？就是比如说昨天的收盘价是$100，过了一个晚上之后呢，股市开盘之前我就愿意用90块卖了。也就是说，明明我可能还可以卖这100块，但是我宁愿卖90块，宁愿卖的比市价更便宜一点，我也想要尽快的把股票卖出去。而且这不是我一个人哦，而是市场上很大一部分的人，无论是大户、巨鳄也好，基金经理也好，甚至是公司高层也好，他们都是巨量的，也不问价格的去卖股票，才会导致这种跳空下跌的情况。那么在牛市或者是上升趋势里面出现这种情况呢，就是一种大户要出货的痕迹，是非常不健康的。所以这一次的下跌呢，我会看得比上一次更空一点。因为它同时呢还跌破了19400，也就是绿色这一条支撑线。你可以看得到，有2次呢跌到这一条绿线的时候呢，都会停留一段时间，甚至出现反弹的。这条绿线呢就有一个小小的支撑作用，但是这一次很快就跌破这条绿线，那么这条绿线呢就会反过来变成一种压力位。也就是说，美股可能后续如果真的反弹了，那么到达了这个19400的位置，就会有可能会顶不住压力再跌回去。而现在美股呢，它跌到了这个红色区域，这里呢也是有一个很大的支撑位。因为你可以看得到，之前美股只要涨到这个红色区域就会掉头跌回去了，但是只要跌破这个红色区域之后呢，就算下跌到这里呢，也会重新的反弹了。所以现在红色区域呢就有一个很大的支撑作用，加上这个红色区域呢是跟上升通道的底部重合起来的，看到吗？这就是代表美股跌到这里呢，就会吸引到很多人去抄底去买回来。所以我们的策略呢就很明显了，我们不需要去预测它的未来去猜这个美股是涨还是跌，我们就去等美股它自己去爆出一个方向。如果美股它可以反弹涨上去之后，甚至突破了绿色的这一条，之前是支撑线，但是现在是压力线的19400，那么我们就会重新的看涨美股。
美股可能还会继续的涨一段时间。但是如果现在美股跌破这个红色的区域，还有这个紫色的上升通道的底部，那么我们就不会再操作美股。看看这些卖出美股的资金流去什么市场，是比特币还是黄金，还是已经暴跌了几年的港股，甚至我们呢会在下跌趋势形成了之后呢，直接去做空美股。但是目前这一刻，我们要做的就是静观其变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等，因为资金呢是在撤离，我们不知道这些大户是想要打压美股，然后再从低位买回来，还是说真的撤了不玩了，获利离场了。所以我们前段时间呢已经有很不错的利润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不断的卖股票，也幸好我大部分的弟子呢都已经获利离场了，避开了这一次的暴跌。而现在我们就是在等下一波的机会。因为现在在上升趋势的底部没有爆出一个方向，那我们是无法操作的。它有可能今天涨了，明天就跌，明天跌了，后天又涨回来，这不是废话，你能听懂这个区别吗？比如上涨的方向呢，就是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大涨小回的；下跌的方向呢，就是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小涨大回了。现在还没有出现方向，所以我们就只能等。但是我必须要提前的把这个布局说出来，不然到时候突破了再说就来不及了。然后呢，到了我制作影片的第二天，也就是周三的晚上，美联储就松口说不排除真的要降息了。就是你会发现，这狼来了的游戏呢，已经玩了很多次了，一直说快要降息，但是永远就会不会告诉你准确降息时间，都是让你去猜，把大家这降息的预期拉满，对吧？让大家都觉得快要降息了，然后又把钱砸进去的时候，市场情绪呢又突然变得很乐观了。那这可能呢，又是一波拉高股价，在高位出货的利好消息。因为距离下一次美联储出来讲话呢，又要等1-2个月，这已经足够再做一波拉升了，然后再去收割这些散户一波了。那是不是说我们现在就会买入美股去赌它反弹呢？还不是时候嘛？你可以看见，不难理解。美股涨到红色区域了之后呢，就真的出现了一天的反弹，然后碰到绿色压力线和橙色50天平均线重叠的19400之后呢，又稍微的跌回去，也就是说19400依然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位。如果美股能够突破这个压力位，那还是有这个拉升的动力的，所以我们就要看这个美股能不能突破这个绿色的压力位嘛。如果可以，就代表大户有机会重新的捞底，推高股价。那我们想赚这波钱的话呢，就会跟着去操作一些龙头股，然后设定好止损，只要美股呢再跌破这一根绿色的压力线和橙色的50天平均线，我们就会止损。而如果说它现在只是一次假的反弹，也就是说不能突破绿色的压力线，甚至掉头跌破红色的区域和紫色上升通道的底部呢，那我们就会认为美股上升呢就结束了，基本上呢就不会去买美股了。而最重要的，我想要说的是，我们就算想要吃这一波反弹拉升的钱呢，我们投进去的金额呢，建立的仓位呢，买卖的股票数目呢，都不会很多的。因为这已经不是年头的时候闭着眼睛无脑都能爆升的牛市了，可能就进入到牛市的第3阶段，也就是大幅度的上涨，同时呢也会大幅度的下跌，所以赚钱呢变困难了很多了。那么我们减低风险要做的就是减少持仓的比例，我们不会在这里 all in 输它的，因为这种大幅度的买卖呢是不理智的。但很多人只要看到股市涨得很快，钱赚得很快，然后就所有的身家都砸进去，甚至去借钱，那这就是不给自己留退路，贪心的赌徒玩法。这一次呢你可能赢，但长期来说呢你一定是输身家的。然后还有很多人会觉得只要长期持有一只股票就 OK 了，那我们就看一下 Nvidia 跌了 26%， 也就是100万没了26万，你只剩下74万。那74万涨回了 26% 是多少呢？是93万。也就是说股价就算反弹了 26%， 你还是亏7万。你要不汇钱的话呢，你的利润就要达到 35%， 这样你才能赢回来你的本金，也就是100万。一只股票涨 35%， 你还只是不输钱，你要赢钱的话，这只股票呢可能要涨到 50%。 而你长期持有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祈祷去拜神，什么都不能做。也就是说下跌造成的亏损哦，你要费更大的力气才能追回来。那我们要不要避开下跌呢？要不要去控制仓位和赔率呢？要不要去报名免费的股票投资班，把这一套的玩法学会呢？好了，接下来呢，局势你预期会更加动荡，也就是说后面的影片呢将会是重中之重，因为现在还只是停留在布局的阶段，后面呢就可能真的我们要下场操作了。好了，接下来我影片上架时间呢会更改一下，
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、企业家、投资家、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。如果你不想要错过的话，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开小铃铛，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。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有什么问题呢？可以给我留言，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-2句话是有用的，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呢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好了，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吧，拜。